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聂先生32岁，来自湖南个体；张女士22岁，来自四川美容顾问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这个小片里面说结婚半年，对不对？对。还算新婚啊。对。好，恭喜恭喜啊！这个认识多久结的婚啊？认识的话，前后应该有3年半吧。哦，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们是在广东那边的一个健康论坛认识的。哦。那个时候呢，他是里面的一个舞蹈演员，然后上台就跳了一支舞，然后我就被他吸引了。哦，跳的什么舞嘞？迈克·杰克逊的一场舞蹈。哦。之前的话算是职业 dancer 了，之前，后面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所以后面就脱离了那个圈子。哦。但是一直是作为爱好，还是没有丢掉这东西。哦，所以他是被你的舞姿给迷惑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哎呦，来，这相当于粉丝嘛，过去是吧？算是。来一小段，来，键盘老师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就被俘虏了是吧？对。啊，然后你就追他，还是他追你啊？我主动去追他的。啊，挺炙热的啊！追了多久追到手的？大概是2、3个月。哦，追了2、3个月呢。啊，对。还蛮难追的哈。是。后来就谈了3年半的恋爱，人就结婚了是吧？对。挺好的。怎么了？在创业是吗？对。现在创业呢，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。在创业之前呢，自己的话。在投资公司呢是作为一个高管，所以当初选择来创业的时候呢，家里和所有的朋友都不支持啊，有很大的这个需求。作为我老婆的她呢，就不是那么的理解。啊，你们家现在是她管钱是吧？小片里说。对。因为她22岁就管钱，答应我的。哦，结婚之前答应你的。对。你不给她钱是这意思吗？也没有说不给她钱啊。那人家也给你钱嘛。不是，他很多方面，比方说几个月之前，店里面的话有一笔货款呢是刚刚结出来的，5万块钱给到了他，那其实也就1个星期左右，我就要这笔钱呢作为周转，但是呢后面我问他要的时候，他说没有了。钱呢？我哪知道他要的那么快啊！当时的话，我朋友跟我说一个理财产品很好，然后我就可以做理财了。周转资金做理财啊？他这个钱的话是给我存起来的。我想着他可能会有点这个余钱呢，然后来周转这样子的。哦。我也没想到有这样的事情。钱基本上到他手里的话就很难再出来了，属于这种。那你这钱可以不给他呀？你自己周转的吗？我也想过不给，但是他知道你有这笔钱入账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天天都问你要，每次都搬出这句话，就是你婚前答应我，我来管账的。那今天呢你食言了怎么样？反正就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话。不是姑娘，你怕什么呀？因为我跟他结婚的时候，他什么都没有嘛。然后结了婚的话，我们想着要买一套房子嘛。因为他爸妈给我的压力也特别大，因为他弟弟的话，小孩都5、6岁了，催着我说什么街坊邻居啊，人家刚结婚就有小孩。他说你们结婚这么久了都没小孩。这跟你拿那么多钱没什么关系啊。那我想的就是我宝宝出生之后，我肯定要给他一个属于真正自己的家，而不是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。他就觉得我创业呢就是不靠谱，起步阶段的话没有多大的收入。那另外呢，因为我的话现在创业呢也需要我的朋友兄弟，那别人都帮了我，我最起码的那肯定也不能忘恩负义，对吧？所以说有时候请朋友吃饭呐，或者唱歌，他就经常讲我说。你拿着这笔钱呢，又到外面去挥霍，完全可以省下来的。还有一次就是我兄弟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哥们儿，然后结婚。结婚呢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是有跟我们来礼的话是1000块嘛，那我老家的习俗呢，那肯定要多少加点不？我就说给我兄弟汇1500过去，然后他就不愿意干了，他说汇太多。这不能这么管钱呀！你要干嘛呀，孩子？关键是我们现在的话正处于这个经济阶段嘛，能省则省嘛。因为买房子我们这笔钱存的也不容易。能买了吗？现在？我存的这个钱的话，大概是在5月份左右，然后就会出来，然后到时候就准备付个首付。那你同意买房吗？我不同意。为啥呀？因为我现在创业初期的话，很多地方都需要钱。
这只是说头款，那后面还要按揭，那这个钱同样也是需要，所以我不同意。我这边好多朋友做生意都失败了，我不想到时候这笔钱给他了，到时候房子也没了，然后钱全部砸进去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他这个创业怎么办呀？那他可以跟他的父母讲啊，不要给我这么多压力啊，因为他父母老是说我，他说我儿子不懂事，你也跟着他不懂事吗？他现在都已经30岁了，你们赶紧要个小孩子。哦。老是说我怎么的。那这个小孩子很正常的呀，不然你结婚嫁给我干嘛呀？我结婚，我嫁给你，我容易吗？我当初我父母家里面所有人都反对我跟你结婚，那现在我嫁给你，之前承诺我买房子，现在又说不买了。你妈又催着我要小孩。我没有说不买，我只是说现在我处于创业阶段，我需要这笔钱，只是往后面再拖一拖这样的，对吧？那可以啊。只是说现在眼下的话，我可能就说创业的初期还没有这种起色出来。不，你父母为什么不同意你嫁给他呀？因为他的年龄是一方面，然后距离，我是四川的，他湖南的，我爸妈就怕我嫁到湖南这边来受委屈，然后还一个的话就是没有房子，就觉得没有保障。你等于是不顾家里人的反对，对，义无反顾的嫁给了他，是吧？这个管钱好管吗？累不累？不好管。自从他把这个家里面的钱都交给我管了之后，对我的态度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。什么样的转变呢？我上班嘛，是不是？我早上8点钟就上班，晚上有一天的话我回来比较晚，然后我打开门的话，他就在沙发上面悠闲的看着手机。当我走进厨房里面，什么都是冷锅冷灶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就问他，你下班回来那么早，你怎么不做饭？然后他就说，你都没给我钱，我拿什么做啊？我有钱买菜买米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上连几10块钱都没有，不可能吧？明明就是不想做。不，可不可能得问你，你给他钱了吗？这钱肯定是给了嘛，他不可能说连这点都没有，不然他拿什么钱去？他是有零花钱的是吧？对呀。除了钱之外，你们还好吧？反正就是由于钱引起的，他对我的态度也是180度的一个大转弯。以前呢？以前很好的。实际说白了就是一套房子和一个所谓创业的理想冲突的时候，影响到你们俩的感情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而且有一次呢，也是因为他的原因，所以我损失了一个大客户。什么意思？本来是已经谈好了，跟客户已经约好，第2天的话直接过来签合同，也是一个店面。那但是呢，他那边要走账呢，是必须要银行然后来支付的，就是要那个凭证。所以我当时打他电话，我打了好几次都没接。没接的话，因为这个货款积压，然后他那没有资金入账的话，那肯定这个事情就谈不拢。所以后面就推到后面就客户就直接就流失掉了。所以我那一次的话，我就真的很气了。你还好意思说这事？在你心里是不是就只有顾客钱重要，根本就没有我呀？那天的话，他很早就出门了。当天我就是觉得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昏昏沉沉的，就是在家睡了整整1天，我饭也没有吃嘛。然后回来之后，他就吼我，他说我今天给你打了1天的电话，你怎么都没有接电话？我当时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没听到你的电话。我以为我说出这句话的话，他会对我有点关心，他根本就没有。他说你知道我今天损失了多少钱吗？损失一个多大的顾客吗？就是因为你这件事情，所以当时我听着我心都凉了。我这么远嫁过来，我为了什么？你们俩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买卖的钱和家用的钱分开呢？他不肯啊。为什么不呢？因为我们就只有这笔钱呢，然后他做买卖的话，投资又太大了，我是不赞成他做这个的。他觉得这笔钱呢，就刚好付一套首付的钱，可能也是这个他爸妈的一些那个影响了，就说是一定要先把房子买了，这样才有一个保障。但是作为我自己现在创业来讲的话，这笔钱呢对我也非常的重要。道理应该先创业还是先买房子？其实这都不重要，重点在于一个家庭面临一个共同困难的时候，家庭当中的成员应该怎么去应对。我们一起听听老师怎么说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假如让您把房子换成小一点的房子，首付可以少一点，行吗？行。那么多余出来的钱给他创业可以吗？关键是他是要把这笔钱全部拿进去。您是觉得必须得全部拿出去是吗？因为现在创业的话，我不知道就说这个钱到底要多少，这笔钱囤在这里对我来说的话就有一个保障。所以你希望他让步，他希望你让步，两个人能不能够各退一步？可以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就是我现在不生孩子，我可以把这笔钱的话拿给他去创业。您没意见吧？我有意见，我比他大差不多10岁，
然后我弟弟的话已经有2个小孩了。我现在呢，不单单是背负的现在创业的压力，那更多呢也是来自于我父母，包括我朋友，还有我周边所有的环境的压力。其实我现在都害怕回家，因为我每次呢，基本上回去的话，他们就像那个车轮战一样的。老人有老人的这一个祝福也好，或者要求也好，他碎碎念你随他去，你们不能够把老人的一个美好的期待就当成压力了，你们因此而薄了亲情，不去管老人，或者说把老人的这一个美好的期待当成自己的压力，非要逼得自己怎样？一直以来的话，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孝子，但其实不然，因为我没有按照自己父母的意思，然后去做他们想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但是你爸妈也希望你别创业，你就没听啊？什么你爸妈叫你生孩子非听不可，你是选择性的孝顺呢？这还是借口。行，对，寇老师来，寇老师来，寇老师来。我问你一下，你现在要创什么业啊？开养伤馆。有多少把握？你觉得创业一定会成功？50%。也就一半而已。换句话说，万一你创业失败了，你们家又没有积蓄，也没有房，然后也没办法有钱养孩子了，对吧？是的。所以你完全没有想那另外50%会失败的可能性。你希望你老婆陪着你一起义无反顾的去冲刺这50%成功的可能性，对吧？他没有跟我一起，他依旧在做他自己的事情。创业的话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干。那当然呢，你万一那50%失败了，他还有工作，你们还可以糊口饭吃。今天在台上谈的是一个要房子，一个要创业，听来听去都是在谈生意，但是其实我听到的就是你们之间的信任有严重的危机。你不相信你的钱交给他之后还能拿得出来，你根本也不知道你创业要多少，你只是怕拿不到钱。而你呢，你不信任你老公有能力创业成功嘛，你觉得钱给了他就丢水里了，所以房子比较靠谱，这是你的想法。换言之，你俩都不相信对方。对我来说，这才是婚姻比较可怕的地方。如果还要走下去，就要想一想，有没有和解的方式，有没有一条活路，是有了房子还能有男人跟家，是有了创业的机会，还有老婆跟孩子。先让我看看你的能力，怎么样给你家安全感，然后搞定你的父母。我认为你比较有可能搞定你的客户。表面上就是这个钱惹的祸，你们俩所有的矛盾都来自这儿。但其实，你们两个最大的问题是年龄相差有点大，所以对很多事情的理念都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你刚才跟我们讲，你说我就拿点钱出去随个礼啊，跟朋友出去吃个饭，怎么了？在我们看来非常理解，因为人是需要社交的。但是他不理解，因为他只有22岁，他的这个思想跟你就完全很难搭到一条线上。包括你们对于这个钱到底是应该来投资也好，还是怎样也好，他就是一个小女孩的那种心态。我不知道你这个钱拿出去到底能不能行，反正我现在我就买个房子，我就很开心。这是你们年龄之间的这个差距的问题，怎么样去跨越这个年龄感，然后把彼此的这种思想到达同一个高度，是你们需要去培养的默契，好吗？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他是有他的小想法。生孩子是因为弟弟也有了，爸妈又催得紧，是一个男人面子上挂不住。要创事业，跳槽自己创业，也是一个男人的面子。但至于一个家，那是你的概念，因为他本来就生活在株洲，他没有漂泊的感觉，他体会不到你为了他，为了一份爱情千里之外追随而来的那种漂泊感。你没有这一丝体谅。刚才3位老师说，也许你做生意的成功率大概有50%。我告诉你们，在这个男人心目当中，他自己都认为50%的可能性都不到，因为他所有的所作所为，恰恰是对于他的生意不自信的体现。如果你对你的生意是自信的体现，先付了首付之后，你无论如何为了给一个女人的家再去拼搏，再去努力，
你的生意晚一点做是不成问题的。你恰恰没有这样的自信，你心里也许在算一本账，只是首付啊，接下来我还每个月要月供啊。他甚至都想好了让女人来月供，我做我的生意，至于孩子扔给爸妈带。所以不要嘴巴里面说自己有多孝顺，如果真孝顺，要孩子结婚早结了，不会拖到30多岁才结；要孩子也早就要了，不会现在才要。你是选择性孝顺，因为一个女人为了你千里而来，你认为你可以吃定了她，你可以家里你说了算，你本来认为你把钱交给她，只要她都会拿出来，后来你发现不是这样，你现在逐渐的有点不耐烦了。这段婚姻是有危机的，我不感觉你们之间的感情有那么的牢靠。一个女人为了一段舞姿，为了一个粗浅的了解，就追随到千里之外，更何况才22岁的年纪，我不认为你们了解足够深。但是对于男生来说，第一，你得体谅他的漂泊之心；第二，如果你真的对于你的生意那么有自信，就把钱交给他，先买了房子，自己再去想办法，就这样。做人要学会变通。我听起来我真实的建议特别简单，先找一个稳定的退路，先退回来。夫妻2个人都商量好，咱把这些事都商量好了，咱再往前走，不争吵，争吵没有意义。商量好，一定是每个决定都是夫妻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先买房，是你们俩共同的决定，没有抱怨。老公，我愿意跟你创业。创的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认了，是你们俩的决定。得嘞，买套小房，先生个娃，创不创业再说了，是你心甘情愿为这个家庭的放弃。你们只要达成的是双方共同的协定，什么结果你们都会幸福，好不好？不要一个人做决定。来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此时此刻，听了刚刚这么多嘉宾老师对我的建议，我其实刚刚也悟到了很多。那可能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呢，一个一直陪伴自己的妻子，可能才是最重要的。人在一辈子当中，其实所追逐的东西真的很多。那对于我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创业很重要。但是通过上这个节目，听到了所有的嘉宾老师当中对我的这种建议，我觉得最不能放手的还是眼前的妻子。确实从千里之外跑到这边来跟我结婚，我真的对我自己来说的话，不许说了啊！那话别光说，变成行动，好吧？如果太重要。好，谢谢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巨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吧，看结果吧。